老师在吗？不要笑，和解一下。因为确实有我这样一个学生，对于他们管理整个班级来讲，挺头疼的。但是张姐，我发现我越听下去，我慢慢开始理解她。我觉得她的世界会很有趣，因为就是其实换一个角度去想，就比如我现在去听歌，我可能我听到的东西就跟大家不一样。我会听他唱怎么唱，他们这个歌怎么编的怎么编，但是他把它放到他喜欢做的那个事情上，我觉得以后会跟很多人不一样，然后很多人会觉得，哦，原来这个东西还可以这样看。小的时候往往都是很难去接受自己的不一样的，就小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想方设法的变得跟大家一样，就像尤其是我变声期，男生变声期的时候。大家声音都越来越只有我还在嗨嗨嗨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哎，为什么我的声音跟大家不一样？对，但到了后面才发现，原来自己的不一样是那么的珍贵。对，我们可以找一点没有被逼疯的人呢，看一下。对。哦，这有个打印的。对。一个有容貌焦虑的巨蟹座女生，听起来像我，我是巨蟹座。这是您吗？不过没什么。每逢有这种角色出现时，我都会陷入苦恼。到底古时的美女标准是什么呢？凌波姐唱出那句“你那樱桃小嘴”，全场笑翻了，但也笑伤了我的自尊心。这个人怎么越读越有点熟悉啊？在疗伤的过程当中，我学会了独处。我窝在那巨蟹座的硬壳里重建自信。我拒绝自恋，虽然我认为那是很多演员必须有的一个经历。天哪，我才不要变成一辈子躲在这个巨蟹壳里呢！千万不要期望全世界的人都喜欢你，千万不要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最完美的人。哦，我觉得最后这2句实在是太有用了，因为就是没有这样的人。而且也不可能，任何人都不可能变成这样的人。可是你还是会担心啊。对，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纠结的人，而且我以前没有像现在话这么多，现在说有点太多。以前就是很多时候会自己心里去嘀咕，我如果不做，会不会让他不开心？会不会如果这样做，会不会让他更开心一点点？或是我这样做这个选择，会不会让大家相处的更融洽一点？就是我一直觉得，好像可以也不叫希望大家喜欢我，就可以照顾到大家。到后面发现根本就不可能，你这样只会把自己逼疯。可是我刚刚看到，就是你一路上来，你有跟这些歌迷啊他们的这个交流，我觉得你是会有一大半的情绪是因为你很高兴，然后你觉得你很珍惜，他们很喜欢你，对啊。可是有一部分也是觉得说，哎，我必须要这样子，因为不这样子的话，他们会觉得很失望。对，我会觉得就是你要让他们高兴，回应，就是我感受到他们的喜欢给我的力量，我也想告诉他们，我也是很谢谢他们，因为我能够站在就越来越大的舞台上唱歌，觉得是有他们很大的一部分。我觉得我是幸运加上努力到这一步的。哦，还有这个，在成都街头卖画的画家大梦。能听到吗？先介绍一下自己，就是我叫大梦，就是做梦的梦。然后呢，其实我受伤之前是一个建筑工程师，给我定义说是画家，其实我根本就不是什么画家，我就是一个画画的。后来因为一场，其实就是个意外嘛。然后我以前可以跑啊，可以打篮球啊，可以扣篮啊。然后现在我坐在轮椅上，其实就没有别的，没有太多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这篇日记也很简单，就是真的刚才听了大家的，我觉得我这个就是小学3年级的水平。没事，有我垫底。没有你，我刚才以为你那能垫底，后来发现我。你很没有礼貌。后来我一听完你后面呢，我就觉得我这个真的是就是。这我先说一下，这篇日记是我就是摇着轮椅去北极追极光的时候在路上写的。当时就是挪威的首都从奥斯陆到贝尔根，它有一段火车必须坐火车6个小时。而且听说你们刚去的时候一直都没有看到。对。一直等了很久。我们一共是18天。对。然后最后就是最后一天才看到，然后终于也算完成了自己的心愿。其实。一会儿我说吧，因为那个心愿就不只是看到极光那么简单。是。我先分享一下我现在这边小学3年级的垫底。你最好能够帮我垫个底啊。对，我帮你垫底。
2017年2月20日，窗外的风景像迪士尼动画《疯狂动物城》，感觉自己置身于动画场景中。短短6个小时的旅程，似乎经历了春夏秋冬1年4季。加油，大梦！列车穿过座座雪山，在高海拔的时候，雪大到看不清窗外，只有白色；而在低海拔的地方，冰雪融化形成了瀑布，阳光照下来出现彩虹，草木是黄色的，再过一会儿，又是一整片绿色草地。我开始不停地拍照，想要把这一切的美景都记录下来，拿回去给我的爸妈还有他看。后来发现用手机根本没办法记下眼前的美，也只能记在心里。记在心里也挺好，有时候太想到达终点，却往往容易忽略沿途的风景。我应该可以看到极光吧？其实不重要的，就这一篇日记。写得好好。是小学水平吧？你看，就描述景色，特别好。我还是垫底吧。我垫底。我垫底。因为我那个时候和我现在的妻子，就是我叫她雪师傅，我们那时候就是其实才认识1个多月，然后但那个时候我就想在极光下和她求婚。好像雪师傅他说他早就知道我要跟他求婚了，因为被知道，因为我每一天他早预感到了，因为我每一天我跟你说，我说你不要睡，因为一般极光都是在8、9点钟的时候出现嘛，就那个时候他就是凌晨了，我说你不要睡，然后后来就出现极光了，然后我们就跟他视频，这个感觉就在视频下我们是满天极光，然后感觉应该是很浪漫一件事情。但实际上就不浪漫吗？其实实际上就现场情况就有点恐怖，全绿色的，他们都用那个灯照着自己脸，从底下往上照，对吧？对，而且还唱，而且大家还一起唱了一首《人在旅途》，还一点不浪漫那个歌。对，好，来，我们欢迎那个雪师傅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一定对你很好奇，是不是？你真的知道他要求婚吗？知道啊，怎么知道的？对啊，其实我觉得每个女孩子被求婚的时候，直觉有直觉预感，对吧？你知道吗？明白。那你有没有直觉他会答应你呢？我绝对不用直觉，因为他追求我，他对我表示。因为就是我是受伤之后我就画画，他是买我的画。没有，其实大家好像听大萌现在讲他的故事，好像很轻描淡写，好像这个事情就是当初就是个意外嘛，就是说，可是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对不对？只是命运的某一些安排的时候，你用了一个很正面的方式去面对它的时候，对，你的路突然间可能开了另外一条路出现了。真的是这样的。我妈妈就有一次跟我说。哎呀，你摔了，你要不摔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媳妇儿。我说我妈能这样说，我说妈你不能这样说，就我说你这真的是。其实我真的是经常把这些都忽略掉的，因为受伤坐在轮椅上了，就是可能有点很惨啊或者怎么的，就励志啊。其实我不喜欢励志这个词，我觉得励志这个词就没有温度的。其实我都跟大家都一样啊，我只是说。因为一个意外，我可能是先把自己丢掉了吧，我就把自己找回来呗。然后，那我现在很开心，就是我真的感觉我已经找回来了。哇哦！